一个人的荒野求生会过得怎样？是居无定所，还是屋舍成群？是物质匮乏，还是鸡鸭成群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熊哥的荒野求生吧。清晨黎明时分，迎来小小山羊的第一次叫声。小心翼翼抱起幼崽查看情况，奶声奶气的叫声迎来了农场第一位新生婴儿，焦急奔跑去采集干燥的枯叶。小家伙是否能够顺利的存活呢？熊哥位于野外的农场，现在已经初具规模，该增添点新的设备了。以后这里就是自己的家，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过得更好才是终极目标。从城镇买回来的软皮管，今天他要对水源进行全新升级，配件精细组装，3通管已连接完成，一头是自己的日常用水，一头则是给挖掘的鱼塘补给。安装上可自由开关的水龙头，利用木桩和粗壮的毛竹搭建一处延伸的井台，侧旁再用木棍将软管固定好。此次装备的现代化升级，必将会推进私人农庄的进程。因为不论是冲洗饲养牲畜的笼舍，还是给菜园来个沉浸式的灌溉，都会为自己节省出足够的时间和精力。新一天的来临，熊哥也迎来了全新的工作，背上竹篓，他要去采挖已经成熟的生姜，收集和售卖农作物，这也是农场的经济来源之一。已经到达目的地了，薄薄的土层下隐藏着硕大的果实，你觉得这是种植的还是野生的呢？为了更好的采挖，熊哥劈砍了一根毛竹并削出尖头，只要从生姜的旁侧插入，就可以完整的取出果实。倾斜的山坡，几乎每一片土壤下都有一整块生姜，整整一个上午，整片山坡能挖进100斤重量，每一块还都要将外表的沙土进行初步清理，拥有好的品相才能卖上好的价钱。一切都已整理完毕，熊哥装了整整3个蛇皮袋，然而想要将它们全部运回住所，并没有想象的那样轻松，来来回回跑了6趟山路，仅仅只依靠自己的肩膀。相信如今的老铁们，已经很少有人能够像熊哥这样了吧？虽然辛苦，最后带来的回报却是非常可观的。熊哥已经想好了售卖所得的钱将用来做什么。转眼时间已到了第2日的清晨，带上柴刀继续出发，他要寻找合适的搭建材料，一捆粗细刚好的毛竹，完全可以满足自己的需求。再次运回营地，熊哥选定了此次搭建的绝佳位置，就在猪圈的旁边，依然还是木桩作为承重的编柱，整体的造型也是和猪圈一致。等到捆扎好顶棚，固定好平整的竹面，又一个精致的棚舍就已大致的完成。为了遮挡夜晚的山风，熊哥并没有对四周进行横梁的搭建，而是直接用了防风的雨布装订好，最后再切割出可供自由进出的小门。棚舍已经建造完毕，而他也将迎来全新的住户。熊哥用售卖生姜的钱购买了几只绒毛鸭，这也是农场第6种饲养的牲畜了。小鸭子们很快就适应了环境，为了让它们能够更好的成长，熊哥还无偿的奉献出了自己的鱼塘，将小家伙们全部装入铁锅之中。来到鱼塘边，水中无限畅玩将会让它们在此健康的成长。然而开心的事情还远不止如此，更大的惊喜也即将降临。转眼时间已过去了3天，森林的天空依然阴霾，正处于休息中的熊哥正在火堆旁轻轻地抚摸着乖乖。就在熊哥为猪群准备今天的食物时，一声清脆的羊叫声打破了此刻的宁静。赶紧起身查看，一只黑白相间的山羊幼崽已经降生，应该就是刚刚的一声啼鸣。此时的小家伙还不能站立，看到这样场景的熊哥很焦急，他爬进了羊圈，将小家伙抱起，他想帮助小羊羔尽快地站立起来，毕竟这样才不会导致意外的发生。此刻小家伙的脐带还钉在肚子上，不知道这是否会产生什么影响。此时熊哥突然想到了什么，赶紧起身奔跑。鱼塘边的芭蕉树已经枯死的干燥树叶有很好的饱满效果，刚刚出生的小羊羔需要十足的温暖，整整的一大捆铺设完整个羊圈。小家伙也在奋力贴紧自己的妈妈，不过刚刚生产完的山羊妈妈貌似还没有爆发出母性，她并没有给小羊羔喂奶，而是径直的趴了下去。自然界有自然界的规律，熊哥并没有选择过多的干预，而是选择了把自己能做的全都做了。为了防止小家伙意外掉落，在羊圈的四周再次加装了横木，然后又将雨布遮紧了周边，以此来保证圈内足够温暖。刚刚降生的一窝兔宝宝，农场再次迎来了全新的生命。然而有喜也有悲，山坡上挖掘埋葬的坟墓，小家伙去了另一个世界，他究竟是被什么动物猎杀的？转眼已过了2个月的时间，清晨的露珠布满了盛开的花瓣。就在昨天夜里，熊哥喂养了很久的长耳兔终于生产了，一小窝兔宝宝挤在一起。熊哥贴心地为它们准备了毛茸茸的取暖材料，全部围挡住，可以为幼崽们营造出安心的环境。为了能够让它们全部存活，熊哥还是决定要单独给母兔和幼崽们打造一个兔笼，将它们和公兔暂时分开，幼崽们才能更安全和更好的照顾。寻找合适的搭建材料，之前购买的小鸭子也逐渐长大，鸡群也在住所的周边自由地寻找着食物。先在树干上测量好大致的距离，然后全部切割成小段，用铁钉固定出完整的框架。宽敞的空间可以保证足够舒适，
整体的造型已搭建完毕，剩下的就是笼壁处理。坚硬的竹节全部分解成竹片，每一片都要进行精细的打磨和处理，间隔出大致相同的缝隙，保证安全的前提下，还要尽量的通风透气。等到四边和底座完全的敲定完成，一个精致的手工兔笼就大致的完工。最后再在顶部预留出方便喂食的小门，又一个新家就此完成。将其搬运到原先的兔笼旁边，把小黑兔放入，之前的兔笼就留给母兔和幼崽，毕竟幼崽们还小，贸然转移很可能会带来什么不测。当然解决了居住问题，母兔的营养也要跟上。熊哥采摘了2颗留给自己食用的包菜，从中间一分为2，鲜嫩的菜叶给小家伙们提供充足的营养。有了第一次的生产，就一定会有第2次。看来以后将拥有足够数量的兔群，而自己也将真正实现兔肉自由。试想在晴朗的天气闲来无事烤个兔肉，那样的生活该有多惬意。阴雨的天气延续到了第2日的清晨，之前诞生下来的小羊羔已无需再依靠妈妈的乳汁，鸭子也是在鱼塘中清洗着自己的羽毛。如今自己打造的农场已经实现真正的鸡鸭成群了。不过熊哥今天想要再次丰富饲养的物种，准备好搭建饲养场所的材料，每一根木棍都被削割出尖头。住所旁边还有很大片的空地，新的饲养场所就将搭建在这里。先框建出大致的范围，削尖的树干很容易插入地面，而对于四面的围墙，熊哥则是将毛竹敲扁，打开后就是一条宽敞的竹片。如此的数量已经足够，将其一点点的捆扎固定在框建好的树干之上，50公分左右的高度。最后再预留出可供进出的竹门。如此简单的设计，是为了何种动物而准备的呢？一切准备就绪，熊哥再次向着山下的城镇走去。5个小时的路程，步履蹒跚，终于回来了。原来熊哥是去买了几只大鹅，而搭建的场所也正是为了他们而准备。几只大家伙的叫声引来了足够的关注，鸡群的好奇也是给足了面子。解开笼子的封口，全新的环境让3个小家伙有了十足的戒心，将他们全部放出。从此以后，这里就是他们的新家了。安排上专用的饮水槽，剁碎鲜嫩的芭蕉树，来上点打碎的玉米糊，充分的搅拌，最后再来点新鲜的菜叶做上点缀。不知道如此精心的饲养，能不能尽快的让3个小家伙感受到家的温暖。整整半年多的努力，如今的熊哥有了猪，有了羊，有了鸡，有了小狗的不离不弃，有了长耳兔的幼崽诞生，现在又迎来了大鹅的加入。本应开心的时刻，却被不速之客的闯入带给了熊哥第一次的悲伤。第3天的清晨，熊哥正在山坡上用力的刨挖坑洞，而面前还摆放着一个橙色的袋子。现在坑已挖好，熊哥抚摸着蛇皮袋，心中带有万般的不舍，将蛇皮袋放入，再回填好泥土，整理出所有人都懂的标志性造型，最后再用双手压实好周边的泥土。这应该算是自己能为小家伙做的最后一件事。呆坐在旁边的熊哥往事历历在目，从在山洞中发现被遗弃，再到一路的成长和陪伴，小家伙是最忠实的朋友。收养的2条小狗仔，就在昨夜死了1条，将它埋在这风景秀丽的自然环境中，也算是给了它最后的归宿。然而生活还要继续，重新收拾好心情，毕竟自己以后还有很长的路要继续进行。然而究竟是什么动物让小家伙当场毙命的呢？仅靠一人耗时1个多月，在这野外纯手工打造的度假小木屋，一般人很难做得到。而就在搭建期间，农庄又将会发生哪些变化呢？2条小狗仔被毒蛇袭击后，已经彻底离开了熊哥，现在只有乖乖可以陪伴在自己的身边，为他穿上保暖的衣服。早晚的温差现在非常明显，烧上水做上饭，水雾笼罩着森林，并没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做，还是按照往常一样巡视一下牲畜的情况。然而羊圈再次给了熊哥一个惊喜，第2只小羊羔已经降生到了自己的农场，现在小家伙已经可以完全的站立，看来应该是昨天夜里降生的，浑身纯白色。有没有知道的老铁，为什么公羊和母羊都是棕色，而生出来的2个宝宝却都是白色呢？像这种情况需要进行亲子鉴定吗？为了让劳累了一夜的母羊可以有更加优质的奶水，熊哥特意去采集了一些新鲜的汁液，这也可以算是第2次伺候月子了。做好了的米粥已经放凉，自己也该喂饱自己的肚子了。割下一块熏制的腊肉，切成细细的小丁，全部放到铁锅中炸出油脂，拌入米饭，拿出乖乖专用的狗食槽，满满的一份应该足够让它充饥了。然而乖乖好像并不想吃，小家伙可能还沉浸在2个小狗离开的悲伤之中吧。时间已到了正午，再次给母羊喂食。然而正当熊哥准备回屋的瞬间，发现了买回来的大鹅已经开始产蛋，这可是个极好的消息，毕竟有了鹅蛋就可能会有小鹅的孵化。转眼时间已到了第2日的清晨，此时森林天空已略微放晴，熊哥决定感受一下放羊的快乐。拆掉木门，等了好一会，一家4口才小心翼翼地迈出了羊圈，这是他们第1次接触自然。而熊哥也利用了这个时间，重新将羊舍和猪棚打扫了一下，并且放入了新的干燥树叶，用于帮助他们取暖。无忧无虑的放羊生活是快乐的，饲养的鸡群也完全不害怕自己。抓住整个鸡群中最雄壮的公鸡，强壮的身体背后则有着自己的一份功劳。吃着各种新鲜汁液的羊群跑得有些远了，
不过熊哥确实有可以降服他们的方法。他抱起了最小的羊羔，他的叫声会将羊爸和羊妈一并的召回。当然，家里的大鹅也是没闲着，他再也外生了个蛋。母性促使着他要搭建一个保暖的小窝，然而熊哥却并不打算让其开始孵化，他要将鹅蛋全部收集起来，等到数量足够才会让鹅妈妈一起进行。现在已经收集了5颗，鸡舍中的鸡粪已经积累的足够多了，全部拔出。它们本身就是天然的种植肥料，全部端运到菜园之中。刚刚整理好的土壤，隔出相同的距离，全都放上一勺。而这些已经撒上了鸡粪的土地，熊哥又再次种植，这不就是专家所追求的最完整的农业生态链吗？我们的祖辈父辈不都是这样吗？而现在却是需要科技的辅助，那么这到底是进步了还是后退了呢？旁边早先种植下的油菜花已经开始结出果实，这也就意味着不久的以后，熊哥便可以自己榨油了。第3天的天空已经放晴，羊群也已可以自由地外出觅食，并且以后也都无需再圈养。直到现在，所有养殖的牲畜几乎都可以自食其力，而自己也将空出足够的时间，也是时候改善一下自己的居住条件了。菜园的上方一大片宽敞的土地，熊哥准备在此重新搭建一处高规则的住所。先将所有的枯叶全部收集到一起，用最快的火烧方式全部清理干净，腐烂树根也要全部的清除。树干先标记出新建住所的大致范围，用木桩固定，然后再将斜坡刨挖出平整的地基，将上层的土壤全部填充到下层。整个上午不停忙碌，随着土壤被一棍子一棍子的夯实，即将用于建造房屋的位置就已处理完毕。而对于搭建材料的选取，这次熊哥并没有像往常一样随便，而是仔细挑选出了最粗壮的树干，它必须要有最大限度的承重，才能保证房屋建成后能使用足够长久。4根用于支撑的大梁已经确定，接下来就是正式开始工作。不过在熊哥将要开始之前，他必须回一趟位于山脚下的老家。此次的搭建不像从前，手中可以利用的材料并不齐全。带上乖乖一起，熊哥第一次踏上了回家的路。5-6个小时的路程，迎来了父女的再次温存。乖乖也找到了自己的玩伴。在简单吃了顿饭后，熊哥准备好了所有需要用到的材料，他还要在天黑之前赶回山上的农庄。泥泞的山路并不好走，幸好农庄一切正常。正式开工，拿出卷尺精细测量，标记好切割的位置，用藤条做成长长的拉线。为了保证房屋的建成不存在一点点的瑕疵，劈砍出木桩，捆绑上引线，使用直角尺精细测量，等到4角精确的固定，接下来的工作才能更好的进行。严格标记上的地方，先掏挖出足够深的坑洞，并且每一个都要进行高度的测量。仅仅只是这一个动作，就足以见得熊哥对于此次房屋搭建的用心程度。将最粗壮的树干放入其中，整齐的6根就将作为整套房屋的搭建支柱，保证完全横平竖直。再一点点的夯实泥土，然后再在每一根相同的高度上做出下一步将要进行处理的标记。没错，为了避免多余可能会引发的山洪，也是为了更好的隔离开潮湿的地面，此次的房屋搭建选用的是完全悬空的设计，专门用于固定的铁钉警示的航路。待到3根树干完全的固定，房屋底座的框架也已初具雏形。提前准备好粗度大致相同的树干，依次的摆放，然后再用铁钉一根一根的节节固定。等到完成，拥有足够稳定性基底就已完工。整套房屋的搭建超过了1个月的建筑周期，每一处的细节熊哥全都考虑得非常周到。随着住所逐渐成型，时间也已慢慢的流逝。当然在搭建的过程中，熊哥依然需要分心出来照顾饲养的牲畜。产下的一窝小兔已经开始逐渐的长大，在某宝上买专门饲养的兔笼，所有的小家伙都可以进行单独的喂养了。它们已不再需要母乳，鲜嫩的树叶才是此时的最爱。还有搜集到足够多的鹅蛋，也专门打造了孵化所用的小窝。不需要太久的时间，又将会有新的生命诞生在农场。当然乖乖也没闲着，他已经生出了一窝漂亮的小狗仔，几个小家伙也总是含着奶嘴呼呼大睡。还有建造房屋之前种植下的豆角，如今也都已到了需要搭建花架的时候。一切都在有序的进行，一切都在向更好的方向发展。等到住所上下双层复式楼梯建成，一处仅依靠熊哥纯手工制作的野外度假小木屋就已完工。宽阔的视野，绝佳的位置，每天都能看到鸡鸭成群，这样的野外生活又何尝不是每一个人的向往。全新的太阳能充电板，当灯泡亮起的瞬间，也标志着自己的农庄进入了全新的时代。荒野中的独栋别墅，灯光下宰杀饲养的土鸡，全身金黄大口的撕咬，如此简单的生活，却是绝大多数人都无法得到。伴随着公鸡打鸣声的响起，熊哥也迎来了全新的一天。搭建好的木屋还有后续的工作需要处理，在底层的周边开挖出沟渠，这是用于降雨时的排水通道。当然，1层的硕大空间，熊哥还需要加以妥善的利用。他要在4周建起围墙，如此便可以隔离出足够的空间。它可以被作为盛放物品以及做饭的厨房。先将细小的毛竹在承重柱上固定出上下平行的横梁，然后再准备好足够的围搭材料。粗壮的毛竹全部切割成相等的长度，竹节处随意劈砍，打开后就是一条宽大的竹皮。
将它们直接作为四面的墙壁，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，并且从顶端到地面的距离，经过事先的测量也是刚刚好，紧密的排列，牢固的捆扎。3个多小时的努力，下层的围挡就已全部的完毕。现在看上去是不是更有了家的感觉？山坡上的羊群忙着吃草，无忧无虑的小奶狗忙着睡觉。等到自己将所有的地面夯实平整，也是时候该将乖乖一家迁移到楼下了。毕竟相隔得太远，对于小狗来说还是不够安全。2根木棍隔离出刚好的空间，用竹签固定住外沿，破旧的席子铺上作为打底，将小家伙们全都抱过来，乖乖侧身躺下，意味着以后这个地方就是他们的新家。距离小狗仔的降生已经1个月了，他们可以配合着流食强健身体。然而看到妈妈乳汁的时候，依然还是忘乎所以。乖乖也在不停地给小家伙们清洁身体，她一直都是非常合格的母亲。如今自己和乖乖一家都从老房子搬离，但已经搭建好的房子不能就这样放在那里。熊哥决定要对其进行改造，他要将这里变成有规模的养鸡场，拆解吊床榻，打扫干净地面，用纱网从内部将4周全部围挡，然后去到市场购买20多只幼鸡。等到小家伙们完全适应了环境，鸡群也将会史无前例的壮大。现在饲养的牲畜越来越多了，为了避免后续的烦恼，熊哥决定要将新建的住所彻底隔离开来。先用竹片和竹竿制作一扇简易的移门，然后再在住所的周边夯入削尖的树干，用丝网围住4周，避免鸡鸭鹅乱进入。这样在以后也就不会出现满地粪便的情况。而自己势所能及的地方，全都是养殖的区域。转眼时间已至第2日的清晨，赶上早市，熊哥背着个大家伙回来了。原来是一块太阳能充电板，只要将其安装好，农庄也将结束黑暗的时代。取出用于存储的超大电池，只要零线火线搭接完毕，灯泡即可提供光明。不过这一整套东西都是二手的，毕竟要比全新的便宜很多。熊哥仔细地将它们擦拭干净，所有的功能都还完好如初。森林的夜晚已经悄然降临，而自己终于迎来了现代文明。全新的一天再次来临，熊哥早早的就将太阳能充电板放在了最佳的位置，连接好储存的电线，一整个白天的充电将足够自己在夜晚使用。木屋底层的空余位置还有很多，今天熊哥想要在这里建造一个可以生火做饭的炉灶，先标记出大概的范围。而对于搭建的材料，自己的心中则是早有目标，一处光秃秃的土堆，这里是白蚁的巢穴。这种粘土是烧制陶器的绝佳材料，又更何况是搭建个小小的灶台，蚁巢完全显现。看来这里只是一个小小的蚂蚁家族，熊哥并没有将它们放在眼里。等到搜集到了足够的数量，接下来就是正式的制作环节。运输回来的粘土全部都倒出，将凝结在一起的土块再一点点的敲碎，撒上适当的水，慢慢揉搓，就可将其变成粘性十足的滑嫩泥浆。沿着规划好的痕迹先搭建出底座，然后再一层一层的堆叠并连接好缝隙。1个多小时的泥巴火，一个精致的灶台就已初步的成型。最后在后方再修建出用于拔火的烟囱，安装上通往室外的烟管，在灶头上精修处用于盛放铁锅的轮廓。随着抛光的完美结束，一处漂亮的纯手工灶台即可立即投入使用。添上柴点上火，一边烧开锅中的泉水，一边还可将灶台烤至彻底坚固。不过烧制却还需要一定的时间。熊哥又在灶台的上方搭建方便于盛放杂物的台面，至此厨房的基本功能就已全部具备。夕阳西下，随着灯光的亮起，在独享夜色的同时，熊哥也决定要好好的犒劳自己。毕竟打造这样的木屋并不容易，选一只最肥胖的鸡，仔细清除体毛。今晚他要在灯光下制作一份荒野泉水白斩鸡，2个多小时持续蒸煮，金黄色的外皮显得格外诱人，就连鸡脚也都已煮至脱骨，一块一块仔细分解。单单鸡翅和鸡腿就已满满的一盆，剩下的身体再切割成小块。这满满的2份鸡肉，真是担心熊哥吃不完。挑出带有骨头的鸡块，倒入蒸煮留下的鲜嫩鸡汤。5只小狗仔也是第一次品尝到鸡肉的香味，一切都已安顿完毕，也该是自己享受的时候了。大口撕咬鸡腿，一天的辛劳也在此刻彻底烟消云散。依靠独自一人打造，无忧无虑的自足生活，你羡慕吗？